见到了弟弟，怎么更不开心了？他今日来见我，是出于兄弟之情。我却告诉了他一个噩耗：程阳他已经失去了父皇，他今后又该如何面对他的母亲？平日里这个时候，你不是一般都会出言劝慰我吗？今天怎么不说话？我是在想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善良的人？他的母亲让你失去了母亲，你却还在担心他如何与自己的母亲相处。凤随哥的母亲昔日对诸位有恩，如今他儿子命悬一线，你们不但不救他，反而还要杀了他，这岂不是恩将仇报？当年凤平城不顾夫妻情谊杀了青玉，然后派兵围剿我们凤羽盟，这笔血债记在凤随哥身上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恐怕你们有所不知，真相并非如此。凤随哥的母亲是死在肃杀丞相庄慎的手里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亲耳所听，亲眼见证，也亲自和凤随哥一起捉拿庄慎。肃杀人人皆知，大皇子凤随哥诛杀庄慎，为母平冤昭雪。是凤随哥替他母亲报了仇。你们几个身为风雨盟的长老，不仅什么都不做，你们竟连谁是仇人也没弄清楚。哼！无论如何，他依旧是凤平城的儿子，他身上就流着凤家人的血。你们确定是凤平城下令围剿的风雨盟吗？我曾亲耳听凤平城说，他从未将你们风雨盟放在眼里。若是他真的决定要围剿你们风雨盟，大军出动，你们谁也活不到今天。试问，凤随哥的母亲是死在庄慎的手里，那到底是谁怕你们暗中报复，要斩草除根？胡说！你就是为了要救凤随哥，故意编瞎话来骗我们的。够了，别吵了。是非真假，容我再斟酌一二。先把凤随哥看关起来。雷长老，你不能心慈手软。哎呀，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不如先想想，再做决定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们要想杀随哥，先杀我。我去看看。周浩，你要是胆敢去救凤随哥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见过雷长老，深夜到访，多有叨扰。你是来替凤随哥求情的，想说当年的事与凤家无关，想劝我放下仇怨。凤随哥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身为凤平城的儿子，不是他所能决定的。这是他的命。我的2个儿子都在当年的围剿中死了，他们又做错了什么？上一辈的恩怨，难道真的要让这一辈的人来承担一切吗？凤平城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他们凤家就没一个好人。凤随哥与他的父亲不同，若他真像凤平城那样权欲熏心，如今早就当上肃杀的皇帝了。他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无辜之人，他也不该为那些不属于他的过错承担无端的代价。我不关心他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。雷长老，试问当初为何要成立风雨盟？为什么要叫风雨盟？风雨盟的初衷又是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当初带着凤随哥赶来，就是因为心存希冀。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我只是听到风雨盟这个名字，听到这里有可以救活凤随哥的一丝希望，我便义无反顾地赶来了。难道这里不该是大庇天下、为世人遮风挡雨的世外桃源吗？以后这里就是大庇天下、为世人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我听说当初韦盟主成立风雨盟，便是为了让那些流离失所、看不到活下去希望的人，能够重新找到栖身之所，能够在乱世之中安居乐业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钦佩于他。从小到大，我也经历过很多的苦，正是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才不愿意见到别人在风雨之中苦苦煎熬。若是我有能力可以救别人于危难，我也定会竭尽全力。
若是凤随哥的母亲还活着，我想她一定会如此。为众人报信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凤随哥的母亲用风雨盟救了这么多的人，他的儿子也不应该就这样失去活下去的机会。我想，当初成立风雨盟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让那些冻饿之中的困苦之人，在暗夜中看到光，让无家可归的百姓重获希望，让他们能活下去。若是没有他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活不到今天。那您是愿意救凤随哥了？周长老，林庄主，凤随哥他怎么样了？人没醒，但是救过来了。凤随哥那小子死不了了。他昏迷时间太久了，具体情况还要等他醒了以后才会知晓。大恩不言谢，多谢周长老。感谢两位活菩萨，感谢两位活菩萨，哎，感谢两位活菩萨，多谢。宁妃，宁妃，你看着我，我让你看着我。我一连好几日去找你，你都不愿意跟我说话。只要我找你，你不是说你要去干活，就是找机会开溜。怎么，你连我都不想理了？不是，那你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没事儿，我在这儿挺好的。你好不好，我能不知道？宁妃，你听好了，我和夏静时萧未然一刀两断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不用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你自己。可是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？我死了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死了就不用面对这些了。我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反目成仇，我最信任的王爷保偏那么苦，我不知道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。我当初费心费力的救你，就是让你想死的。既然你这么不珍惜，我当初还救你干什么？你听好了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。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给我好好活下去。可是我要是能早点发现他们的真面目，我就能提醒你，也不至于让你险些丧了命。我就是个傻子，我有什么资格做你兄弟？我不配做你兄弟！你别管我了，你别管我。宁妃，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？不管你怎么想，你永远是我的兄弟。怎么，你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养老了？不愿意跟我一起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过逍遥日子了？宁妃，你可是不惧生死、骁勇善战的锦绣第一猛将。我从来都知道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击垮你的。你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给我振作起来。这才对嘛，这才是我的兄弟，
这才是我认识的宁妃。姐姐，凤随哥醒了。凤随哥，凤随哥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一笑，我醒了，我没事了，一笑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我都听他们说了，你为了救我竭尽全力，这一路上辛苦你了。我不辛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怎么了？你看着我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现在看不见你，怎么回事？没事的，一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看不见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丫头，你别着急，本来是想再晚点告诉你的。他清醒之后就说没事。他此前窒息时间太久，头部有淤血，至今无法散去。实不相瞒，他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他的双眼恐怕以后无法恢复。没关系的，一笑，没关系的。你们已经竭尽全力救回我这条命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已经很满足，很开心了。没事的，一笑。一笑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老天爷既然让你活了下来，就是要让你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。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一定会没事的，我会好起来的，一笑。你是哭了吗？你别哭好吗，一笑。我会慢慢习惯，我会好起来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在我身边，这就够了。我不要你习惯，我要你好起来。我知道奥利为了救他已经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但是凤随哥真的不能失去他的眼睛，他失去的已经太多了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求求你们再想想办法救救他，想想办法医好他的眼睛。一笑姑娘，借一步说话。我去救来。好。我问你查到了吗？你若再不吃，朕便杀了他。不要啊，陛下，不要！去，再拿些吃食来。是。起来，吐掉，快吐掉，吐掉！凤翔，你疯了！吐掉！怎样？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滚！朕有答应过你，会告诉你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查到了。你现在一无所有，你拿什么跟朕交换？让朕告诉你啊！不要哭，我会
你疯了吧你？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你需要代价吗？给你代价，我要我的答案。孤独的飞翔，也不需要方向，飞到云之上，日光全躲藏，自由的浪漫，也不惧怕风霜，淋湿的翅膀会承载我的远方。你大病初愈，身体很虚弱，我给你喂点羹汤吧。一笑，你曾经说过，我这个人亦正亦邪，让人难以琢磨。若我失忆之后，又变成了那个你厌恶的、想一箭射杀的肃杀杀神，你会恨我吗？当然不会，你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，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你现在有多痛苦。凤随哥，你别忘了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家人。你的妹妹夕阳公主现在还在敌国，她的处境很危险。你之前不是一直很担心她吗？你也得为她考虑考虑。你曾经不是跟我说过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一笑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如果真的忘记了你，你可以对我生气，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请你不要对我失望，更不要因为失望而离开我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就当一切重来。我相信命定的缘分，我们还是会相知相恋，相随相守，不离不弃。若命运不忍，也莫怪我轻狂。凤随哥，你醒了。凤随哥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看得见我吗？林庄主，凤随哥的，快！一笑，凤随哥，殿下，你醒了！随哥，哎呦！哎，松手，松手！殿下，快松手，松手！随哥，你松手！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有什么话马上说，别动手啊！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，殿下？一笑！哎！别动手！哎，你有笑！你冷静点，殿下。凤随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是我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凤随哥，你去死吧！凤随哥，一笑，给我死！怎么会这样？一笑，你赶紧走！你赶紧走！太医不正常！凤随哥，是我。是我。手下败将。殿下，你醒了。啊，我说一针能醒，就不用第二针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哎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记得我是谁吗？还有他，林庄主，陆克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在哪儿？
这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你只要记住，你刚刚捡回一条命，现在需要静养，什么都别问。陆哥，平陵城攻下了吗？啊？不是，你再想想办法，帮他把更多的记忆找回来呀！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快点想想办法呀！是啊。我也。傅一笑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冷静，殿下，来，你看，快走，快走啊！你现在需要静养，你需要静养。哎呦，你看，冷静，没事吧，殿下？哎呦，顺气。哎呦，冷静。你说他是我至亲至爱之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殿下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真的是你忘了。这件事你身体遭受重创，因为窒息太久导致了颅内淤堵，引发双目失明。是安姑用金针渡穴帮你疏散了淤堵，治好了你的眼睛，但同时，也让你失去了记忆，精神紊乱。甚至见到傅一笑的时候，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易怒狂躁，难以控制。那这个剑伤怎么解释？他射向我这一箭时，分明就是要杀了我。这一箭，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那一剑，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没错，我猜原因是如此。他的记忆啊，就停留在平陵城大战，就在你射他那一箭那时候。不过，也算是天意使然。若非你和他宿命的这一剑，恐怕他现在把一切都忘记了，那情况比现在更糟糕。若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想让他再记起来，那就更难啦。像他这种情况啊，我见过不少。他只会执迷不悟，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，也不相信任何人。你怎么连我的话都不信呢？我该如何相信这一切？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我失去了记忆，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记忆找回来？离开他。你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离开他，在他生命中彻底消失，不要再和他见面，也不要出现在他面前，让他慢慢忘记你，等待他慢慢恢复。你能做得到吗？那需要等多久？3年、5年、10年8载，也有可能是一辈子。你跟他同根共长，可终究有一天会彼此分离。他有他的繁茂生长，你有你的独自远避。或许我也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命运。你能做的只有离开他，从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，不能再和他见面，也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，让他慢慢忘记你，等待他自己恢复。你能做得到吗？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如果真的忘记了你，你可以对我生气，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请你不要对我失望，更不要因为失望而离开我，好吗？
宜夏姑娘，刚才跟殿下解释了几句，他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还给我赶出来了。他这会儿身子还是挺虚弱的，应该已经睡下了。我还是放心不下他。他可有想起他父皇的事？平陵大战之后的事他都忘了。忘却了最痛苦的记忆，不知道算不算是因祸得福？你别太担心啊，宜夏姑娘。周长老跟凌庄主已经开始斟酌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。实在不行，我去蛇脑殿下一股脑，我全告诉他。千万不可！他现在身体虚弱，需要静养。你就告诉他，傅一笑已经离开了，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，有利于他的康复。还有一个法子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试。我帮你。不就是泡个脚吗？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。啊？这样光脚多舒服啊！你赶紧也把鞋脱了吧，赶快脱！哎，行了，我自己来。不就是落个水吗？弄得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。烤肉上面要记得多撒香料，你不是喜欢吃辣吗？越多越好。除了好辛辣，还喜饮酒。除了不喜欢蒜味儿，其他都不怎么挑食。该。这么辣怎么吃啊？我吃。只有在你的身上，我才能看到跟我一样的狼性。殿下，我把这个送给你，代表着我们此生此世永不分离。这可是本皇子生平第一次送女子礼物，你可不能拒绝。你可曾想过，要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小狼，我把周长老叫来给你看看。你叫他干什么？他又不会念狼。我听陆柯说你已经走了，为何突然离开？因为我不想伤害你。那又为何去而复返？因为放不下你。别过来！我听陆柯和凌风说，我忘掉了很多事情。他们说你是我的挚爱之人。是。可无论他们怎么说，我永远都记得你射向我的那一幕。我该如何相信这一切？风随哥，你知道，我当初很后悔射向你的这一箭，甚至差一点杀我。可我现在却很庆幸，有了这个，让你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你，你是锦绣的红衣女将傅衣袖。是。你是我的心腹大敌。是。你我在战场上拼死相搏，不顾一切的要取对方性命。是。那该如何解释？你会成为我的挚爱之人。无法解释，也无需解释。爱了就是爱了，从来没有理由。我不记得。你只是暂时不记得。风随哥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
你犹豫了，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只是不愿意说，对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杀你。你干什么？风随哥，我答应过你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若是你想杀我，我便成全你。若是你想杀我，我便成全你。一纷纷旧梦灼烧心痕，墨沉沦，念你掌心于温盘。风随哥，你看着我，曾经我是锦绣的红衣女将，曾经我是你的生死大敌，曾经我是你最信任的合作者，曾经我亦是你的挚爱之人。可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，我始终是你的一小呀。你心里是有我的。我曾说过，即使你忘了我，我都有办法让你想起我。你说，若是你真的把我忘了，我可以打你，可以骂你，但是不要对你失望，更不要因为失望而离开。放松，呼吸，想象自己的手中有一把弓，一支箭，摒除杂念，忘记一切。你的箭射向何处都可以。箭之所指，心之所至。心之所至，心之所至，箭之所至，心之所至。一笑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如果真的忘记了你，你可以对我生气，可以打我、骂我，但请你不要对我失望，更不要因为失望而离开我。别人伤害过你的事，不要藏在心里，更不能拿来伤害自己。以后我护着你，保证谁也不能伤你。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。什么目标？在我能想象到的以后的每一天，都有一笑的身影。我还以为会失去你呢。我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。未来的路，我会陪着你一起走。好。
我说，就当一切重来。我相信命定的缘分，我们还会像从前一样相识、相恋、相随、相守。不离不弃。一笑，一笑，对不起，一笑，一笑，我想起来了，一笑，对不起，一笑，我想起来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眉心的光是我最偏爱的那一种盛放。我成全情和原谅，天涯路长，你在身旁，就不算跌宕，就能含泪将我不。万一他真没想起来，你还真要死在他剑下呀！就算死了，我也不后悔。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，真的经历太多磨难了，就老天呢都要帮你们。要多谢安姑。我听林峰说，好像你也失忆过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让我来看看啊。之前的记忆现在已经基本想起来了，受伤的左臂也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虽然之前林庄主曾叮嘱过不要拉强弓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现在已经恢复如初了。从脉象上看，确实无碍了。凤随哥现在也渡过难关了，那你们接下来作何打算呢？让他静养几天，恢复几天之后，我们便离开。离开？对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怎么样？伤口疼吗？不疼。真的不疼。对不住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进针渡血之后发生的一切，陆克都告诉我了。都过去了，你现在的心情我都懂。我跟我父皇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每一个字我都记得。我与他之间的父子之情，君臣之义，从今往后一刀两断。你不必自责，谁又会知道，那会是最后一句话呢？我知道你着急复仇，但是一定要冷静。你刚刚恢复元气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危。你放心，我的伤势已经恢复很多了。比起复仇，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你的安危，还有夕阳。夕阳走后，我放心不下，派人去查探了他的消息。他现在应该已经和夏进士住进了荣阳殿。以前我和父皇还在的时候，锦绣尚且有所忌惮。可肃杀如今变了天，他现在的处境一定更难。而且我的妹妹我最了解，她虽然看似温柔，却外柔内刚，
从小就很有主见。无论世人怎么说，他也一定会笃信，他的皇兄不可能会弑君。哥，我不相信你会这么轻易死去。我相信会再见到你，在与你重逢之前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。你们是我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人，我宁愿失去生命，也不愿意失去你们。你不会失去我们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陆柯，没事，吃细点的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为何要伤我的人？他擅离此地，按照盟规处以鞭罚，50鞭，还差一半。来长老，我们此次匆匆前来风雨盟求医，一时疏忽，冒犯了您的规矩，实属抱歉。能否看在是初犯，网开一面？按照盟规施以惩戒，才能让你们记得更清楚。敢问你口中的规矩是何人定的？与你无关。天下，我念及风雨盟对咱们有恩，我不想跟他们动手。他们把我弄回来，这玩意儿……陆哥，少说两句。雷长老，你们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铭记于心。可是陆柯是我的人，也是我命他出去的，他的事情自然与我有关。这风雨盟是我娘一手创立，我不相信他会定下鞭刑这种规矩。不错，你娘不曾定下这些，你心里有怨，便去怨你九泉之下的父亲，是他要将我们赶尽杀绝。你竟然敢问这里的人为何不能出去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曾经有人出去，引来了你们肃杀的军队，这里险些被夷为平地，谁都可以质疑这规矩，唯有你们凤家没资格质疑。来长老，我之前就说过，当年未必是凤平城下令围剿的风雨盟。此时尚未分明，就把这笔血海深仇记在了凤随哥的身上，还为时尚早。我身为3军统帅，自肃杀建国以来，所有军情战报我都看过，可我没看过肃杀军队有出兵过风雨盟的记载。若是我父皇下了令，这里面是必定会有记录的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围剿你们的，恐怕另有其人。你们恨了这么多年，只怕是恨错了人。既然你们要拿规矩说事，陆柯是听我的命令行事，那也应该由我来受这刑罚。不行，我看你们谁敢！老雷，这帮小子们不懂规矩，你打也打了，你也得触犯算了吧？啊！随哥，雷长老毕竟是长辈，你道个歉，他不会跟你计较的。出血的事儿回头再说。犯错了才需要道歉，我何错之有？雷长老，此地我们是一定会离开的。好，我倒想看一看你如何离开。今日看在凌风的面上，我先饶你一次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风随哥，你我之间的仇还没有了结，我会一笔一笔地跟你清算。方才你们的争吵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。不要因为冲动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这种兄弟反目的痛，我和凤随哥都经历过，也深有体会。实不相瞒，我从小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。你们不知道，我有多么羡慕你们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也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痛，所以才不忍心看着你们分崩离析，人心四散。一家人嘛，难免会有争吵，难免会有矛盾，可家始终是家。
是遮风挡雨的地方，家人也永远是家人，是彼此的依靠。周长老，您之前只是一时糊涂，所以才想要杀雷长老的，对吗？张长老，方才雷长老病发的时候，您也是于心不忍的，是吧？你们一个个的扪心自问，方才是不是也会担心雷长老出事？他是不是你们最重要的家人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想杀我报仇吗？给你机会。凤随哥，你明知道我想杀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我和我父皇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我和他的父子之情、君臣之义一刀两断。因为我发现了我母后的死和他有关，也发现了我这一生都在他的操弄之中。我不杀他，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，这是我无法选择的，只能接受。你恨我，想杀我，这也是我无法选择的。但是我会查明真相。如果这一切真的是我父皇造的孽，我会受着。你想报仇，我也会接着。你们这里有很多人都很恨我，因为我是凤平城的儿子，所以方才这些话也送给你们。无论你们信或不信，我都会去查明真相。张长老，只有知道真相，你才能真正的报仇。你既然为了报仇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为何不能耐心一些，等待一个答案呢？你当真会给我这个答案？我凤随哥说到做到。好，我等你这个答案。雷长老，您愿意等待真相吗？不重要了，我愿不愿意已经不重要了。其实雷长老也有他的苦衷。风雨盟的很多人都未曾见过外面世界的艰险，他们只是向往出去，却不懂得珍惜这世外桃源的可贵。没有自己摔过跤是不会知道痛的，你就是经历太多痛了，才会有这样的感悟。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经历的痛比我更多，更多。你今天说你是个没有家的孤儿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你有了我，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。我们两个经历了这么多，因为我失忆，从敌人变成了爱人，又因为你失忆，险些从爱人又变回敌人。可即便这样，你还是愿意成为我的家人。谢谢你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不觉得苦吗？有你在，怎么会觉得苦？我一直在。想必经历此事之后，雷长老不会再墨守成规了。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离开了。以后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陪着你。等我们回到肃杀，
让一切真相大白，不只是为了复仇，也为了让世人知道，西洋的皇兄不是一个弑父弑君的恶人。我会让人传信给西洋，告诉他我还活着。如今我只有手刃仇敌之后，才能放心的去把他给接回来。慕容父子没有找到你的下落，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此次回玉京，必定杀妻四父。等离开这里，先去找个人问明眼下局势，此人绝对可信。好。殿下，云清，殿下，云清，殿下，殿下，没事，没事。殿下，里面请。其他兄弟们呢？都说殿下谋逆死了，我不信。我老宋是敢斥候的，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见的。我看到的殿下是重情重义之人，绝不可能做谋逆之事。殿下一定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我暗中调查，找到了这些兄弟们的尸体，悄悄地将他们安葬。为兄弟们报仇之前，把那些血泪都给我咽到肚子里。兄弟们还在天上看着呢。殿下，慕容剑留给我，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的狗头割下来。好。慕容父子陷害凤随沟，他们也定不会放过凤子营。凤子营早就被慕容瑶掌控了。不可能，凤子营都是过敏的兄弟，绝无可能背叛殿下。不愿归顺慕容瑶的，都被慕容瑶杀了。我老宋只愿效忠殿下，不愿成为慕容瑶的人，所以我早早的退伍离军，现在就是一介平民。殿下，我们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，
肃杀变天这么大的事，我就不信没有人起疑。朝廷上下都让慕容家把持着，谁也不敢过问此事。不过在追查之时，发现有人在暗中调查此事。红楼四卿，沈雾。沈雾是个见风使舵的人，定然不是他自己想查，一定是有人背后指使他。慕容父子和庄后都知道真相，他们隐藏真相还来不及，不可能去查。那么，有能力指使又想要知道真相的只有一个人。程阳，宋城，我想见沈雾一面，你能帮我吗？没问题。兄弟们，这血债，我定会让他们血偿。这把弓在2担以上。不错，之前我以为殿下身亡，便想暗杀慕容父子为殿下报仇，可他们身边总有侍卫护身，只能在150步之外进行射杀。这个距离，你应该可以10中6、7。慕容父子都是武将，平时出行身穿甲胄，在150步之外想要一箭封喉极难，最多只能射中身体要害。可一般的弓箭，就算是射中了，也很难穿透甲胄，所以必须要使用重箭头和强弓。是，前几日我悄悄找来这把弓，怕我哥发现不让我冒险行刺，便一直将弓藏在外面。不过往日我最多只用过2担的弓，用这把弓，并没有太大把握。我可以试试，我之前使用的射月弓便是在2担以上。不行，林庄主说了，你不能使用强弓。我的身体已经好了，不信你看。哎，一笑。有了这把弓，我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了，帮你对付慕容父子。可是为了对付他们，要让你的旧伤复发，这根本不值得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傅一笑。殿下，有人朝这儿来了，还带着护卫。是程阳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臣就不进去了，在外头等您。你皇兄在里面等你。让我看看，我们程阳当上皇帝是什么样子。哥，能再次见到你，真的太好了。你也以为我死了？你以前每次打仗，大胜归来的时候，我都会去迎你。有一次你没有随军回来，他们说你战死沙场了，我难过的要死。然后我就说，以后若非见到我的尸体，任何人说什么传言都不要信，因为你皇兄是杀不死的战神。慕容耀说将你扑尸荒野，尸体找不到了，我没有亲眼见到，所以我不信。来，
皇兄，其实坐上这个皇位，非我所愿。我懂的。你跟外祖的那些前尘旧事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哥，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？告诉你，除了徒增烦忧，又有什么用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这些事情本就不该成为你我兄弟之间的芥蒂，何必自扰？程阳，我听说你一直在暗中调查父皇遇刺的真相，你今日来见我，我便明白，你心里还是有我这个皇兄的。皇兄，父皇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又是被何人所害？慕容父子，是他们假传圣旨骗我入宫。我见到父皇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离世了。还有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相信慕容父子可以单独做得出来。你能问我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？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你遇害的事情，我母后究竟有没有参与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是他肯定脱不了干系。程阳，我今天叫你过来，是希望你能够提前做好准备，也希望你能够谅解皇兄，因为我接下来要做的，便是手刃仇敌。皇兄，我将皇位还给你，但我能不能求你件事？放过我母后，我会带她离开玉京，了却残生。我的母后只有我一个亲人了，她千错万错都是为了我，她的罪过也是我的罪过，我来替她偿还。你何罪之有？你我不过是身不由己罢了。皇兄答应你，我不会杀你的母后。见到了弟弟，怎么更不开心了？他今日来见我，是出于兄弟之情。我却告诉了他一个噩耗：程阳他已经失去了父皇，他今后又该如何面对他的母亲？平日里这个时候，你不是一般都会出言劝慰我吗？今天怎么不说话？我是在想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善良的人？他的母亲让你失去了母亲，你却还在担心他如何与自己的母亲相处。